各位好，我們來解今天力課的問題啊。今天問題是第2958題，所謂 length of the longest subarray with at most k frequency 啊。好，那我們先將我們的 curve 先 submit。很好哦，那個37毫秒打敗 C 加99.89% 的人，好，它是被標示為每點中等難度的問題。那其實來講，這個問題是解法是蠻標準的 sliding windows。好，我們看一下題目。題目是這樣的，它給定一個整數陣列啊，假設叫 numbers， 那還有一個整數叫做 k。那所以這邊的話，我們當然是看 x 啊，它的 frequency 那當然 frequency 就是它出現次數啊，在這個array 裡面出現次數。那這邊是比較重要的，所謂的 good 一個好的 array 啊，他說一個 array 是好的話 ，good 的話，就代表在它這個 array 呢裡面所有的元素的 frequency 它是小於等於 k。好，那所以他這邊要請你返回的是，在這 numbers 裡面當中的 subarray。它所謂的最長的那個 good subarray 的一個長度啊，所以在這邊當然就我們剛剛講的 sliding windows 啊 ，sliding windows subarray 當然就是連續的序列嘛啊，它必須是連續的。好，我們看一下它相關的例題。例題的第一題numbers 它有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 ，k 是等於2。所以如果我們做 sliding windows 的話，我們当然最開始左標當然是從0開始嘛，然後在這邊我們一直移動右標啊，只要它裡面的所有的元素的frequency 是小于等于2的話，我們就可以一直不用移動這 L 游標嘛。然後在下一個的話，我們這邊我們當然就移動L 游標啊，不管你怎麼玩，它這個長度啊最長就是6好，所以這個是第一題。好，那我們看第二題。第二題的話，情況也是一樣啊。所以這邊我們這個 sliding window， 我們怎麼去滑動這個視窗？因為它是 k 是等於1啊，所以你的 frequency 基本上都是要在小於等於1的情況下啊。所以我們整個視窗滑動一次呢，原則上就是2。這邊呢，其實一開始就答到答案了。然後我們再看例題第三題。例題第三題，因為全部元素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原則上它 k 等於4嘛，所以它就是等於4嘛。所以就假設就前面的這一段其實就成立了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它相關的 constraints 的部分啊 ，constraints 的部分。我們先看 numbers 它的長度，它是到10的5次方10萬，其實這個也還好，這個數字還好。那 numbers 在 i 的值呢，它是介於1到10的9次方之間，所以根據這一項，你必須要用所謂的 hash map 去解。你如果是用一般的 array 我們一般講，你不管是用 C++ 的 vector 啦，或者是 Python 的 list 去解呢，當然都会有問題的記憶體會超過所以這邊原則上在這邊呢，當然有直接用 hash map 去解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們很快的看一下我們的
大概的一個解答啊，比較容易看的當然就是 Python 解的部分啊。Python 解的部分呢，這邊當然很快就知道了。原則上，它就是這一般啊，這邊當然就我們移動我們的右標，然後這邊要移動我們的一個左標，透過這樣一個 nested loop 啊，那一個蠻標準的sliding window 的一個方式啊，其實就可以解出來。那在這個外層回圈結束之前，我們再做 update 啊，基本上這個 r 減 l 加1就是代表它目前這一段的一個長度啊，所以大概這個解答是這樣。好，接下來我們看 LeetCode 的一個情況。很好哦，那個37毫秒打敗 C++ 99.89% 的人。好，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code。我們這邊的 code，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 C++ 的寫法。那我們這邊我們是直接就是用C++ 當中的 unordered map 啊。unordered map 那為什麼要用呢？這個當然是跟它的 constraint 有關哈。那我們不可能在這邊不可能用陣列去裝，用陣列去裝呢，那勢必是會 NLE 啊，就超過它的記憶體。好，那我們讓它第7行的地方，我們為了讓它快速一點，所以我們 reserve 它的 space。然後在這邊的話，當然原則上用一個 nested loop。這個當然是一個標準的sliding window 的一個寫法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再去看 Python 的一個做法啊。Python 的做法在這邊的話，看起來就更簡潔了。所以我們這邊就設 n 為numbers 的它的長度 ，cnt 的話當然是我们要返回去的答案，一開始設為0。我們的 frequency。我們當然是設它為default dict 它當然當中的形態當然是 int 然後我們 sliding window 基本上就是兩個游標，一個是 L， 另外一個是 R。那我們主要移動的當然是移動 R， 右邊是游標，所以我們這邊在 loop 裡面我們用 enumerate 然後frequency 如果碰到 x， 它當然就加1，好，然後我們能看它的內層回圈，只要它 frequency， 在 x 呢，它的個數呢是大於 k 的話，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將我們的 windows 就要縮小，所以縮小的方式當然就在第10行這邊，當然你的 frequency， 當然你碰到你要去掉的那個。L 游標那個你當然要去減1，然後我們在這回圈內層的外面，內層的但外層回圈這邊，我們再取一次的極大值 cnt 跟目前的長度，目前長度當然就是 r 減 l 加1。好，那我們一樣讓它執行一遍。好 ，submit。好，这個速度還好，好，那我們就先到這裡。